1.7亿，你没听错，一个人写的一篇文章点击量居然能破1.7亿。可你知道平台生给他多少钱吗？区4495美金，算下来一次浏览连台币0.01块都不到。换是你还干得下去吗？如果你现在还在琢磨着拍视频赚广告费，还在算一集能分几块钱，要恭喜你，你的赚钱思维还停在幼儿园阶段。但我要告诉你，那个被大家骂成小丑的作者，同一年一个人就赚了400万美金，相当于1.2亿台币。他没有团队，没有投资人，更没有富爸爸，他有的只是一套系统。今天我就要把这套系统加上我大饼的财商手术刀，一起塞进你的脑袋里。想听鸡汤的，慢走不送。这部影片只给那些准备对自己下狠手的人看。这个人叫丹寇，江湖人称一人公司教父。很多人跑来问我，大饼啊，我也想改变，书也买了，课也报了，可为什么每次都只能坚持2周？为什么我立的 flag 最后还是躺在沙发上刷手机到凌晨？你以为你不努力？你以为你没意志力？放屁！你的努力其实是在帮别人赚钱，你的意志力正在帮你保护那个废物版的自己。你听懂了吗？你以为你在跟懒惰对抗？错，你是在跟你最底层的生物本能对抗。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你可能正坐在格子间里，核对着报表，核到眼角都渗血，算下来时薪还不如校门口卖鸡腿的阿伯。你可能为了那几百块的重点费，在不同校区之间跑来跑去，还要看系主任的脸色。你也许精通5种编程语言，结果哎呀一出来，你的代码全都成了废纸，老板连遣散费都要跟你斤斤计较。你深夜盯着屏幕，冰冷的蓝光照着你黑到发紫的眼圈，打开存折想哭，却连眼泪都流不出来，因为你知道，哭完明天还是要准时打卡。这就是你口中的稳定吗？这就是你守护了20年的安全感吗？今天这部影片我会用张狗那篇1.7亿阅读量的神文当蓝图，这结合我大饼当年背着500万债务，一步步爬起来的经验，告诉你这套改命系统到底怎么运作。我会撕开那些鸡汤博主不敢讲的真相，告诉你科学怎么证明身份决定行为。如果你只是想来听几句励志金句，觉得看完就会变有钱，拜托你现在就划走，继续去过你那种看戏的人生吧。这部影片只留给那些真的受够了，准备对自己脑袋动手术的人。我们先来聊聊为什么你改不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学校、公司、社会都在疯狂歌颂努力和专业后，他们告诉你要选一个细分赛道，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要乖乖待在你的格子里。在大领看来，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当你追求专业化的时候，你其实是在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好用的、随时可以被替换的螺丝钉。社会需要你专业，是因为如果你太全能，你看透了规则，他们就不好管你了。丹狗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建议你直接纹在手臂上，私下解决问题，那就自我提升；公开解决问题，那才叫生意。多数人每天都在私下解决问题，你在烦恼身材、烦恼债务、烦恼人际关系，你学了一堆东西，最后都烂在笔记本里。你以为你在提升，但在资本家眼里，你只是在自我维修，修好了明天准时出现在办公室，继续当他们的提款机。这就是为什么你总是清醒的堕落，因为你的大脑很清楚，无论你再怎么努力自律，你最后还是那个被锁在齿轮上的劳动力。你的旧身份，那个乖乖听话、追求安全感的身份，正在疯狂吸干你的能量。你想跳出来，你的大脑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这是科学，不是我在胡说。有个神经科学家叫梅囊，在2023年发了一篇论文，里面讲到一个东西叫 DMN， 也就是预设模式网络。这个网络负责维持你内在的叙事，也就是说，你的大脑随时都在跑一个程序，专门告诉你我是谁，我适合什么，我过去是怎么活的。当你真想改变的时候，当你想要从一个领死薪水的打工仔变成一个掌握权力的艺人公司老板时，你的第一单的 N 就会疯狂预警，他会跳出来说这不像你，这很危险，快回去刷手机。那是我们熟悉的安全区。这就是为什么党狗早期那么惨，他大学辍学开健身频道失败，甚至为了赚钱去卖什么蓝光眼镜。他在网上发文，评论区所有人都叫他小丑。那时候他信用卡刷爆，连他最爱的宠物刺猬肉丸沟去世时，他可能连医药费都付不起。如果他那时候不改变身份，他现在应该还在亚利桑那州的某个小格子里，继续被别人收割。你现在的痛苦不是因为你做不到，而是因为你还在用旧版的操作系统想跑新版的人生。你的道德感告诉你要自律，但你的计算机告诉你这样做没回报，所以你的大脑就当机了，把你的道德感收起来，把你的计算机拿出来。接下来我要告诉你怎么用科学原理强制关闭那个保护旧身份的程序，直接进入新身份的投票环节。好，现在我要讲这整部影片最核心也最扎心的一个观念。如果你这辈子只想记住一句话，那就是改变行为没屁用，你必须改变身份。很多人以为自律就是强迫自己去做固守做的事，比如强迫自己早起，强迫自己去健身房，强迫自己坐在电脑前写文案。我告诉你，如果你是这种强迫心态，你100%会失败。为什么？因为你在跟你的灵魂对着干。想象一下两个要戒烟的人，有人递给他们一根烟，第一个人说不用了谢谢，我正在戒烟。第二个人说不用了谢谢，
我不抽烟，你看出差别了吗？第一个人认为自己还是个吸烟者，只是现在在努力不抽。他每一次拒绝都在消耗意志力，都在痛苦地对抗自己的身份。而第二个人，在他的意识里，他已经是个非吸烟者了。拒绝烟对他来说不是努力，是理所当然。这不是心灵鸡汤，这在科学界有非常硬的数据支持。南加州大学有个教授叫 Y.S. Ehrman， 他花了20年研究一套理论，叫身份导向动机理论。他做过一个实验，去研究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他发现这些孩子学业不好，不是因为笨，也不是因为不努力，而是因为在他们的身份叙事里，他们认为像我们这种穷孩子是不可能当医生或律师的。当你的身份设定是穷孩子，任何努力读书的行为在你大脑看来都是不协调的。你的大脑会自动启动防御机制，让你分心，让你懒惰，让你觉得读书没意义，因为它要维持你那个穷孩子的身份一致性。后来 OYS 人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干预，他让这些孩子想象自己未来的职业身份，告诉他们现在的努力就是那个未来身份的一部分。结果这些孩子的成绩出现了爆炸式的成长。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如果你现在的身份设定是领死薪水的上班族，那你再怎么努力学自媒体学，你的潜意识都会觉得你在不务正业，你会一边学一边恐惧，一边怀疑一边怀疑，最后你就会告诉自己，算了，我果然不是这块料。你不是没能力，你是身份设定错误。再来看另一个更神的实验，斯坦福大学的白岩教授做过一个关于投票的实验，他把受试者分成2组，第一组他问明天去投票对你来说有多重要，第二组他问明天做一个投票者对你来说有多重要。这2句话听起来差不多，但结果差很远。第一组问行为的人投票率只有81%，第二组问身份的人投票率高达 95.5%。仅仅是把动词改成名词，把去投票这个行为转化成投票者这个身份，人的行为动机就彻底翻转了。所以那个写原子习惯的 James Clear 才会说，每一个行动都是你为你想成为的那种人投下了一票。你现在每一天起床，不是要去养成早起的习惯，你是在为那个掌控时间的高手身份投下一票。你现在打开电脑写文案，不是要去完成工作，你是在为那个艺人公司的老板身份投下一票。当你把行为看成投票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痛苦了，因为你不是在完成任务，你是在建立主权。大明，我当年背债的时候，我也想过要放弃。那时候每天被银行催债，看着存折里的赤字，我也觉得自己就是个失败者。如果我那时候的身份设定是负债者，我现在应该还在调解室跟人吵架，为了几千块钱在那边磨破嘴皮。我那时候强行切换了身份，我告诉自己，我是一个正在经历财务危机的企业家，不是一个欠钱不还的穷光蛋。这2种身份的行为逻辑完全不同。负债者想着怎么省钱，怎么躲债；企业家想的是怎么建立系统，怎么创造杠杆。我看过太多人在那边纠结要不要买200块的课程，要不要花时间学 AI。我一看就知道这些人的身份设定还是消费者，永远在算这东西要花多少钱。老板算的是这东西能帮我省多少时间，创造多少杠杆。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到底是在保护那个让你痛苦的旧身份，还是在为那个你梦寐以求的新身份买单？Danko 之所以能从一个被叫小丑的失败者变成1年赚400万美金的大神，就是因为他看透了这一点。他在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在意识里把自己设定成世界级的内容创作者。虽然那时候他只有几百个粉丝，虽然那时候他还在打零工，但他写的每一篇文章都不是为了讨好粉丝，而是为了执行他那个艺人公司的系统。可多人问我，大顶，如果我现在还没成功，我怎么能装作自己已经是个老板？这不是自我欺骗吗？我告诉你，大脑分不清虚拟跟现实，只要你不断投下身份支票，你的 DNN 就会被迫更新。当票数累积到一定程度，你的大脑就会自动切换程序。到时候你不是努力去工作，你是不工作就觉得浑身不对劲。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有钱人放假也会想着赚钱，因为他们的身份设定就是价值创造者。都讲到这里，你已经知道身份决定行为了，但你一定会问，大顶，那我有了身份，我具体要怎么赚钱？怎么把我的学习变成生意？接下来我要讲的是Danko最狠，也最适合你这种普通人翻身的变现逻辑。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你以前学的东西都没用，为什么公开解决问题才是唯一的财富密码。讲完身份认同，你现在大脑应该有点松动了。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一定在想，大领，我身份切换了，我也想当老板了，但我现在什么都不会啊，我没有专业技术，我也没有产品。我连自媒体要发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变现？我告诉你，这就是绝大多数人被卡死在一象限，也就是雇员思维的最根本原因。传统教育告诉你，你要先学好4年，拿到一张证照，你才有资格去工作。这套逻辑在工业时代没问题，但在现在这个 AI 时代，这就是通往贫穷的直达车。你以为你在学习，其实你是在囤积。你买了一堆课程，看了几百本书，笔记做得漂亮命，但你的银行账户一点动静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你一直在私下解决问题。这就是Danko最核心的财富逻辑，也是我要你现在立刻印在脑海里的一句话：私下解决问题叫自我提升，公开解决问题叫生意。
你听懂没？你每天在烦恼怎么减肥、怎么理财、怎么学 AI， 你花时间去研究、去尝试、去失败。如果你只是默默的做，你就是在消耗生命能量去提升自己，这很好，但这不赚钱。但如果你把解决问题的过程，哪怕是你失败的教训全部公开出来，这就变成了内容，这就变成了产品。很多人在纠结要选什么细分赛道，现在是拍旅游好，还是拍美食好，还是教人写程式好？我告诉你，这些统统都是韭菜思维。当狗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的观念，你就是赛道，你不需要去找一个市场，你只需要把你整个人生，把你正在面对的挑战，你正在学习的东西，你正在解决的痛苦，变成一个系统化的输出，这就是所谓的边学边赚。这套方法的本质就是费曼学习法，告诉你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教别人。但当狗把这套方法商业化了，当你在教别人的时候，你同时也在建立你的权威，吸引跟你有一样痛苦的人，最后把你的解决方案打包成产品卖给他们。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你学的东西就是你的研发成本，你发的内容就是你的营销手段，你建立的系统就是你的自动提款机。你想想看，为什么1.7亿人要看Dan Go那篇文章？是因为他是什么世界级的科学家吗？不是，因为他把他从一个负债被嘲笑、创业失败的小丑，转变成一个年入400万美金企业家的过程，写成了这套系统。可在文章里写的关于大脑、关于身份、关于反愿景的东西，其实是他自己这几年自学实践出来的笔记，可只是把这些私下的解决方案公开化了。这就是我大饼一直在做的。我当年在保险业做了13年，我看透了那些所谓的保障是怎么忽悠一般人的。我把我对资本、对风险、对现金流的理解，从调解室里那些血淋淋的案例，转化成我的财商课程。我不是在教书，我是在解决问题。当你还在犹豫，我又不专业，我怎么敢教人的时候，你其实又回到了那个卑微的学生身份。在大领的系统里，没有学生，只有引路人。你不需要比全世界都厉害，你只需要比你后面的那群人多走一步。你刚学会怎么用 AI 写出一篇好文章，你就去教那些连 AI 都不会用的人。你刚解决了你跟老婆的沟通问题，你就去分享你是怎么做的。这就是 ESBI 框架的终极转化。一象限的人想的是，我要先变强，别人才会给我钱。B 象限的人想的是，我要把变强的过程做成系统，让他帮我赚钱。现在这个时代，专业化是给昆虫准备的。当你只会一个专业，你就只能依附在别人的系统里当个零件。当你是一个问题解决者，当你是一个深邃黑客，你就能横跨不同的领域，把你的认知变成现金。你看 Danko， 他会设计，会文案，会哲学，会营销，会软件开发。他是一个人，但他是一支军队，他不需要去求职，他自己就是一个市场。你现在每天学的东西，到底是在帮你逃避现实，还是在帮你建立生意？如果你学完之后不输出，如果你解决完问题之后不公开，那你就是在浪费你的才华。你不需要先学完再开始，你学习的过程就是你最珍贵的产品。那具体要怎么做？你可能说，大饼，我文笔不好，我不会拍影片，我也没时间整天在那边发文。没关系，接下来我要告诉你，在这个 AI 爆发的时代，你要怎么利用工具把这个边学边赚的过程自动化成一套。你不需要管它，它也会自己跑的变现系统。如果你还在用人力对抗资本，如果你还在用体力赚钱，那你这辈子只能当别人的肥料。只有想建立自动化变现系统的人再往下看。讲到这里，你心里那个穷人保护程序一定又跳出来了。你一定在想，大林讲的很容易，但我文笔烂的要命，我连发个朋友圈都要想半天，我没时间拍影片，我更没有什么专业知识能教人，我怎么可能像当口那样年入千万？我告诉你，这就是你跟有钱人最大的差别。穷人看到困难就手放弃，有钱人看到困难就想着怎么用系统去解决它。你以为张狗是天生就会写吗？他2020年刚开始在推特发文的时候，他的文字也没几个人看。他当时也是个在上班时间偷偷摸鱼，一边做网页设计一边应付生活压力的普通人。他能成功不是因为他天赋异禀，是因为他把输出内容这件事从一种创作变成了生产线。现在是2026年 ，AI 已经全面爆发。如果你现在还在跟我说我不会写，我没技术，那你不是没能力，你只是懒，或者你根本不想翻身。在我的 AI 自媒体学院里，我教学生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的大脑当成处理器，把 AI 当成你的员工。你不需要会写文案，你只需要有想法；你不需要会剪辑，你只需要有逻辑。现在的 AI 工具可以帮你把一个模糊的念头转化成上万字的脚本、高质感的图片，甚至是自动化的营销漏斗。当狗为什么能一天只工作2小时？因为它背后有一套强大的数字系统。看那篇1.7亿曝光的文章背后的逻辑框架 ，AI 10秒钟就能帮你拆解出来。现在是艺人公司最好的时代，因为你的竞争对手不再是那些大公司，而是那些还在用劳力、用传统思维在拼命的普通人。你以为你在省钱，不愿意投资工具，不愿意加入系统学习，但你算过你的时间成本吗？如果你每天花3小时在那边纠结文案怎么写，1年就是1000个小时。如果你拿去建立系统，你的身价早就翻了几倍了。
你以为你在省那几千几万块的学费，其实你是在浪费你这辈子最贵的资产，那就是你的命。很多人问我，大饼，那我也想学，我该从哪里开始？我直接给你2条路。第一条路，如果你还在犹豫，觉得自己还需要观察，没关系。我做了一份艺人公司自动化蓝图，这是我把板扣的漏斗体系加上我实战翻身的变现逻辑浓缩出来的一份执行手册。这份手册只要200块，这不是在卖你课程，这是在卖你一个避坑指南。链接在下面，加 INE 输入我要翻身，我还会送你一份免费的思维宝箱电子书。第二条路，如果你是那种受够了现状，想要在90天内彻底翻身，建立一套属于你自己的赚钱机器的人，那我的 AI 自媒体学院就是为你准备的。这里没有废话，只有实战，我会手把手带你从0到1，教你如何利用 AI 降低门槛，如何把你的认知转化成产品，如何建立一套你睡觉时也会帮你进账的自媒体变现系统。有人还在为了几万块的月薪在那边996而有人已经学会了利用 AI 和系统，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优雅的赚钱。我要提醒你，我的系统不是给那些想不劳而获的人准备的。这套系统需要你有强大的执行力，需要你愿意对自己的脑袋动手术。如果你只想进来看看，那我拜托你别浪费钱，那几百块拿去吃顿好的比较实在。如果你能花4年读一个你根本不在乎毕业后还找不到好工作的学位，为什么你不愿意花1年甚至半年的时间自学，去建造自己的事业？Danko 那篇神文里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动力来源，大多数人失败是因为他的追逐的东西太虚幻了，他们追逐梦想，追逐快乐。但我告诉你，这些东西在困难面前一挤即跑，真正能让你像疯子一样执行，像机器人一样自律的动力，不是来自正面，而是来自背后。这就是我们下一个要讲的反愿景。我会告诉你如何利用你大脑中最黑暗、最恐惧的力量，去推动你完成那些你以前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会把那7个扎心的问题丢给你，如果你敢诚实回答，那你离翻身就不远了。好，我们进入这个影片能量最强也是最黑暗的一个章节。我要跟你聊聊，为什么你以前那些所谓的梦想，那些写在笔记本里的年度计划，通通都没有个屁用。追逐梦想是一件非常奢侈而且极度不稳定的事。当你说你想财务自由，你想环游世界，你想变有钱，你的大脑其实是没感觉的，因为那些东西太遥远、太虚幻，对你的大脑来说，那只是几个无意义的像素。所以每当你遇到困难，每当你觉得累的时候，你的大脑会立刻做出判断，放弃那个遥远的梦想，换取现在沙发上的舒适。这笔交易太划算了。这就是为什么你永远无法持续努力。真正能让你像疯子一样执行，像机器人一样自律的动力，从来不是来自想要什么，而是来自极度害怕变成什么。这就是Danko系统里最暴力的工具——反愿景。科学界有个非常硬的理论，叫做损失厌恶。心理学家早就证明了，人类对于损失的敏感度大约是收益的2倍，掉了100块的痛苦，远大于捡到100块的快乐。2015年，有个叫 Tannenbaum 的人发表了一项超大型研究，分析了127篇论文。2万多人的数据，结论非常简单粗暴：恐惧诉求对行为改变的效果远大于正面鼓励。所以别在那边写什么梦想清单了，你要写的是你的噩梦清单。Danko给反愿景下了一个冷酷的定义，那是你拒绝接受的未来，是那种愚钝的头脑，像机器一样的工作，软弱无能的身体，还有那种早就麻木、名存实亡的人际关系。我现在要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5年后的一周二早晨，如果你现在什么都不改变，如果你继续维持现在的身份、现在的习惯、现在的心事，5年后的那个周二，你会在哪里醒来？你会在那间发霉的租屋套房里醒来，闹钟响了3次你才爬起来。你看着镜子里那个臃肿的脸，眼袋比行李箱还大，发际线又往后退了1公分。你会在那挤得要死的捷运上，闻着别人夜色的味道，算着剩下的贷款还要还几年。你旁边站着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用着你听都没听过的软件，而你连开口问都不敢，因为你怕他发现你什么都不会。你会在那个你根本不尊重的上司面前陪着笑脸，听他讲那些你听了800遍的废话。你想反驳，但你不敢，因为你知道你的房租、你的卡费、你老婆的脸色，全部都绑在这份工作上。你会在周末的时候看着别人带小孩出国玩，而你只能滑着手机，假装自己很快乐。你老婆看你的眼神已经从失望变成麻木，她不再骂你了，因为她已经不期待你了。那种窒息感，那种我这辈子就这样了的绝望感，才应该是你每天早上起床的动力。大林，我当年负债500万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想什么成为包租公的梦想。我每天睁开眼想到的就是债务数字，想到的是，如果我今天不建立系统，我这辈子就要在调解室里看着那些为了几万块钱吵到翻脸的丑恶嘴脸。我老婆那时候看着我说，我怎么会嫁给你这种男人？这句话是我的动力，也是我对所有软弱男人的处决。那种我绝对不要变成那种人的恐惧，比任何励志金句都有效。如果你现在觉得自己很迷茫，不知道该往哪里走，那我就把 Uncle 那7个扎心的问题丢给你。这7个问题就是用来撕开你那层虚假的自尊，让你看看你到底在保护什么烂东西。第一个，你一直在重复抱怨，但从不改变的是什么？
这会暴露你隐藏的真实目标。如果你总抱怨工资低，但从不跳槽不学副业，说明你追求的不是高薪，而是安全感，你宁愿受穷也不敢冒险。第二个，如果有人只看你的行为，不听你说的话，他会觉得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行动永远比语言诚实。你说你想创业，但你下班就在刷短视频，别人看你的行为只会觉得你想要的是舒适，是逃避。第三个，有什么真相是你不敢对你尊重的人承认的，这是要抓出你的自我欺骗。你是不是在享受那种我很努力，但我怀才不遇的悲剧英雄感？你是不是根本不想承担成功的责任？第四个，如果5年、10年什么都不变，回到人生终点，回顾这个安全版本的人生，代价是什么？第五个，你要放弃什么身份才能改验？第六个，让你卡住的最丢人的原因是什么？第七个，你到底在保护什么？代价是什么？这7个问题，如果你不敢诚实写在纸上，那你就继续去过你那种清醒的堕落的日子。反愿景不是要让你变得很负面，而是要给你一个明确的敌人。当你有了敌人，你的大脑才会进入战斗模式。你不需要意志力去强迫自己工作，因为比起工作，你更害怕那个5年后的噩梦成真。现在我想请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反愿景。如果你敢公开解决问题，如果你敢面对你最不想成为的样子，那就留言告诉我，你绝对不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只有想改变的人再往下看，其他人可以滚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最后一个部分，我要把这一切综合成一套人生游戏化的系统。讲到这里，你大脑里那套旧的程序应该已经被我拆得差不多了。你已经知道身份决定行为，你也知道反愿景才是你的核动力，你更知道边学边教才是唯一的报复路径。但你现在一定会问，大饼，我要怎么把这一切串起来？我要怎么确保我明天起床后不会又回到那个摆烂的状态？这就是当狗系统里最天才的一个比喻，把你的人生变成游戏。为什么你玩游戏可以连续48小时不睡觉？但让你工作2小时你就喊累，因为游戏设计师比你更懂大脑。所有的游戏都具备了6个要素，如果你能把这6个要素植入你的人生，你就不需要坚持了，因为你在玩一个你设计的、你想赢而且回报极高的游戏。第一个要素，明确的风险。在游戏里输了会掉装备，会扣险，在人生里，你的风险就是你的反愿景。如果你今天不努力，那个5年后的周二噩梦就会成真，这就是你的掉血机制。第二个要素，清晰的胜利条件。你要知道赢了会怎样。不是什么朦胧的财务自由，而是具体的数字，比如月入10万，比如拥有20万粉丝，这就是你破关后的奖励。第三个要素，主线任务，这就是你的1年目标，这件事必须是你生命的唯一优先级。你要建立艺人公司，还是要成为 AI 专家？这就是你的主线。第四个要素 ，boss 战，这就是你的1个月专案。你要在1个月内学会短视频剪辑，或者在1个月内出一份电子书。打败这个 boss， 你就会获得经验值跟装备。第5个日常任务。每天完成2到3件新身份的人会做的事。第6个游戏规则，比如每天只工作4小时，但这4小时必须是深度工作。你听懂没？当这6个要素同时存在，你的大脑会自动进入痴迷模式。你不是在工作，你是在刷装备。这就是为什么Ganko能在12个月内从0做到年入6位数美金。他不是在努力，他是在疯狂玩这场艺人公司的游戏。他在上班时间抠偷写网页设计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做支线任务，换取活下去的资源。但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他的主线任务上。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整套改命系统的3个核心。第一，身份大于行为，别再试图养成习惯了，去为你的新身份投票。你是老板，你是引路人，你是系统构建者，你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在确认这个身份。第二，反愿景大于正面目标，利用恐惧，利用损失厌恶。如果你不想在60岁时后悔自己从没冒过险，如果你不想在那个周二的噩梦里醒来，那就现在动手。第三，公开大于私下，别再偷偷摸摸学习了。私下解决问题叫提升，公开解决问题叫生意。把你正在解决的问题公开出来，你就是赛道，你就是产品。大饼，我讲真的，2026年才刚开始，你还有时间。但如果你现在不动，明年的今天，你还会在同一个地方划着手机，看着另一部类似的影片，然后继续清醒的堕落。我看过太多在调解室里后悔的人。他们后悔当初没看清规则，后悔当初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没意义的琐事上，后悔为了那点可怜的安全感，把一辈子的主动权都交给了别人。把你的道德感收起来，把你的计算机拿出来。地图我已经帮你重新优化过了。如果你受够了那个5年后的噩梦，如果你想跟我一样，透过财商认知跟系统建立属于你的艺人公司，那我有2条路给你。第一条路，去点下方的链接，加 INE 输入我要分身，我会给你一份免费的思维宝箱电子书。里面有更多关于身份重塑的底层逻辑，我还做了一份200块的艺人公司自动化蓝图。如果你连200块都舍不得投资在自己的脑袋上，拜托你现在就退订我的频道，因为你没救了。第2条路，如果你想要更完整、更暴力的系统，如果你想知道大龄我是如何利用 AI，如何建立一套你睡觉时也会帮你进账的自媒体电线系统，
那就加入我的 AI 自媒体学院，我会在那里手把手带你建立你的变现机器，链接就在下面，或者是留言区置顶。最后送你一句淡口的金句，这句话我非常有感触。如果你能花4年读一个你根本不在乎，毕业后还找得好工作的学位，你就能花1年自学去建造自己的事业。这部影片只留给那些真的想翻身的人，至于那些只想在评论区叫别人小丑的人，拜托你华总，继续去过你机械式的工作，软弱的身体，还有早就死掉的人际关系吧。我的地图给了想翻身的人，自己点进去。不想动的人，祝你在噩梦里睡得安稳，祝你的老板永远仁慈，祝你的公司永远不裁员，祝你的证照永远不会过期，祝你每个月的薪水都准时入账，祝你永远不用知道自由是什么味道。我是财商脑外科的大领，把脑袋切开，把口袋装满，我们下部影片见。